陆警官，里面请。这是我们公司第一次来吧？王律师，我律师，钱书豪已经来了，在会议室等了半天了。好，陆警官，一起进去吧。好。许飞，你不出庭的话，就不用参与讨论了。你去把出庭的相关资料给我整理一下。哦，好的。走吧。这位是？我是分局刑警大队侦查小组的警官陆子正。他配合我们做一些调查。您放心吧，一定会对您的隐私保密的。没问题。是这样的，昨天呢，宋晶晶的律师找到我了，他提出跟我们庭外和解，只要5000万。庭外和解？你没有答应他们吧？我肯定要跟你们商量一下嘛。这件事情不用商量，直接拒绝他们就好了。为什么呀？5000万和几个亿差别那是很大的。这个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你想啊，我们明明是稳操胜券的官司，为什么要庭外和解呢？如果我们胜诉的话，宋晶晶只能得到她名下的2处房产，而且还要支付诉讼费。王律师，我记得你上次跟我说过，这个案子的胜率是90%，对不对？对。那么我可不可以理解为有10%的可能性我会失败？几个亿呀，你们赔给我呀？钱总，上次我是说胜率只有90%，但是当我收到那条短信之后，我能确定胜率现在是100%，因为他们已经黔驴技穷了。其实我还是挺担心这条短信的。钱先生，庭外和解只是他们的计策，拖延时间，让我们放松警惕。一旦他们找到新的证据，立马翻脸不认人。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让法庭做出判决，速战速决啊！对。我听你们的。恐吓短信的号码查到了，不过是国外的，没有办法核实身份。哎呀，叫我说呀，根本就不用核实，这个事儿呢，肯定是宋晶晶干的。你想想啊，这宋晶晶要是赢了官司，最少还能分几十个亿吧？啊，你的意思合着就是人宋晶晶奔着钱书豪那钱去的。大哥，你别忘了，他俩结婚那会儿，钱书豪还在电脑城卖光盘呢。你要依我分析啊，我觉得肯定是钱书豪有钱以后就变坏了，而且想跟宋晶晶离婚，又不想给钱。那你不能一概而论啊！你这个观点呢太偏激了。不是世界上所有的男人都像钱书豪一样，你就说我吧。我要是说有了钱之后，有了老婆之后，我指定是一辈子对她好，绝对让她一辈子幸福。你有本事，你嫁给我试试，我绝对一辈子对你好。首先啊，我不可能嫁给你。然后呢，我觉得你现在在说风凉话，因为你现在1没有老婆，2没有钱，对吧？什么时候等你爆发了，是吧？有钱了。那个时候美女如云，天天围着你的时候，你看你还有没有这定力啊？我跟你说，你还别就这个事儿跟我抬杠啊！我要真是特别有钱了，就算有100多万个女人追我，我跟你说，我只对你一个人好，真的，我绝对能做到专一，从一而终。你不相信？你不愿意，你嫁给我试试。首先，不可能有100万个女的喜欢你，我也不可能跟你好。其次，请你把你的杯子泡的水拿走，以及你吃了一半零食。不是他这个他不是一半，他是那个陆子正，你给评理吧。你们2个啊，要是真的有时间的话，还不如来帮我看看这些文语音送来的资料。一口一个文语音，
你怎么一到文语音的事上就这么上心啊？你提文语音，你好不到哪儿去。这也不是我要接的案子啊，这还不是队长交代的任务。得了吧，每次一扯到文语音身上，你就格外伤心。哎，陆德正，你跟文语音现在发展的挺顺利吧？哎，什么？你确定？好，我马上过来。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好，你先帮忙照看一下啊，马上赶过来。当时案发的时候你在什么位置？我当时在那边。对。你是几点发现这个案发现场的？大概6点多吧。6点。如果你想起什么，记得要告诉我们，听到吗？对，是的。哎，怎么样？我们现在正在核实。正在核实。队长。受害者被刺2刀，失血严重，伤情要待医院抢救以后才能做决定。队长，刚才我在那边发现了一处摄像头被破坏了。去看一下。这2刀下手挺狠啊，哪一刀更致命啊？有一刀接近心脏2厘米，差点致命。我们在车的旁边发现了2个脚印。案发现场明显是被设计过的，这根柱子挡住了半个摄像头。看来是有人故意干的。走。喂，文语音，你在哪？一个人吗？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是同一个人吗？其中一个是凶手的。凶手进入地库以后，在车的旁边停留了一会儿，然后和受害者发生了搏斗，导致受害者受了重伤。挺狠啊。没事，你休息。拜拜。根据伤口的情况，可以推断凶器为刀具，但是在现场没有找到凶器。凶器有可能是凶手随身携带。根据在现场遗留的脚印，我们可以推测此人为男性，身高在1.80米到85之间，体重在83到85公斤左右，为标准体重。根据他袭击死者的部位来看，虽然伤口不深，但是刀刺入要害，有可能受过搏击训练。小罗，哎，没事吧？没什么。
菲菲说的没错，设计的确实很精密。这个人会不会就是谢辉呢？谢辉，身高1.83米，体重80公斤，体貌特征和穆秋晓推断的一致。那你的逻辑呢？司机的受伤应该和王路泽收到的恐吓短信有关。凶手发现王路泽没有退缩，反而下定决心把官司打到底，于是想在车上做手脚，制造一起车祸来给王路泽增加心理压力。但是没料到被司机发现，两人狭路相逢搏斗，重伤了司机。谢辉就是宋晶晶的男朋友。这是王路泽和文语英在官司中的制胜王牌，所以他们拍到两人多次接触的照片。如果宋晶晶和谢辉的婚外情属实，一旦法院判决宋晶晶胜诉，将获得钱书豪1半的财产，谢辉也将是获利者。小陆，跟我去趟医院。你先把我包拿过来。病人病情基本控制，但还未脱离危险期。谢医生。他是曹正兴吗？是。他是本地人。他是我老家一个邻居的孩子，给我做司机已经快4年了。那他在本地有什么朋友或者亲戚之类的，你知道吗？他平常接触的人不多，在本地也没有什么亲戚。王先生，那你觉得他最近有什么反常的举动，或者是那种得罪了什么人？没有啊，这孩子平常很老实的，每天除了送我上下班之外，他基本上就在家里看电视，偶尔也会用我的健身卡去做做运动。这次凶手是冲着我来的，却意外伤害了他，所以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王先生，你也不要太难过，我们会尽快破案，抓住凶手的。谢谢。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谢辉的这个线索是我们关键的证据，后天庭审之前先不要给别人看呀。如果只是恐吓案的话，我会暂时帮你保守秘密，但他现在是一起重伤害案的最大嫌疑人，我必须把证据和线索内部公开。但是你放心，我们不会现在去惊动他的。可是你现在跟谢辉联系了，宋晶晶他们马上就知道了，他们就知道我的心理了。我知道你要在乎你客户的利益，但是我们作为刑警，侦办凶杀案也是职责所在，我们不能只管你官司的输赢，而放着凶杀案不管。那你先回去吧，我送他上去。我送你回去之后再回去吧。不用，我们俩还得聊聊案子，你不用等我了啊。没事，你们慢慢聊，我就在这等你。那好吧，谢谢。你怎么了？没什么。
你到底怎么了？你跟我说说啊。雨嫣，我仔细想了一下，我们还是撤出这个案子吧。你开什么玩笑啊？我没有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现在撤出还来得及。你怕了是吗？曹司机是因为我而受伤的，我不想再连累其他人了。你别找借口了，我是不会因为这些卑鄙的手段退缩的，你也别为我担心。要勇敢坚强，无私无畏，不要把个人情感掺杂进来，这是你在大学的时候教给我的。你别忘了，我们是合伙人，有困难应该共同承担。现在面临的不是咱俩的个人问题，而是咱们事务所的一次重大挑战。如果我们在胜券在握的时候，就因为对方的小伎俩轻易放弃了，那这是对我们的前途不负责任呀。对，你说的有道理。对不起啊，是我想太多了。走吧。好，知道了，马上上去。你来了。现在能知道丢了哪些东西呢？其他东西基本上都在，除了我的笔记本电脑。有没有什么重要的资料？里面是关于离婚案所有的资料。看来他们已经知道我们的底牌了。警方会24小时保护你们，你们不必担心。但是按照目前的情况看来，我们有必要先发制人，希望你们能理解。哦，对了，明天我约了谢辉在街道口的咖啡厅见面，不知道他会不会去。你们找我干嘛？我又不认识你们。不会耽误你太多的时间。今天找你来呢，是想打听一个人的情况。谁呀？谢辉。谢辉？找他干嘛？我们怀疑他跟一起伤害案有关。我和谢辉没有联系，你们找错人了。我们知道他和你一直保持着联系。那都是他钱书豪在造谣。明明是他先在外面拈花惹草，为了判离时少分我点财产，才恶人先告状，说我有外遇要离婚。当初他一穷二白、没钱没房的时候，我就跟着他，苦日子没少受。现在有钱了，就想把我一脚踢开。你们明天的官司准备的怎么样了？这方面的事情我没有必要向你说明，你也无权干涉我的隐私。他们可能已经发现这些事情了，所以最近你要小心一点，不要被发现了。等这个事情过去了，我们就远走高飞。我知道了。
恐吓短信是不是你发的？你说的那些我可什么都不知道，我没有发什么恐吓短信，我更没有杀人。那你为什么要逃跑？你们表情那么凶，我哪知道你们是好人坏人？再说了，我以为是宋晶晶丈夫的人呢，追我当然跑了。你和宋晶晶见面的时候都说些什么？还有，你们最近是不是经常见面？今天是他约的我，他问我是不是犯了什么事儿，还神神秘秘的。再说了，他们夫妻那点事儿我可不想参与。他们夫妻什么事？他们最近正在打离婚官司，前2天还有2个律师过来找我，让我出庭，讲述我跟晶晶的感情故事，真可为难死我了。这位警官，你们真的抓错人了。接着说。是你们说谢辉伤了人，所以我才把他约出来，结果你们就来了。那你前天见他的时候怎么不说，非得今天约出来说呢？前天我们还有一件事儿，我们从来没有说谢辉伤了人，我们只是说他跟一起伤害罪有关。还有呢？你是刑侦小组的吗？啊，你帮我跟他们说说。这事儿我管不了。宋晶晶和谢辉都是明天出庭的重要证人，他们如果不出庭又得延期，这个官司拖久了，钱书豪就会一直心惊胆战。你们庭审那边的事我管不了，我只知道谢辉现在是我们的嫌疑人，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我们也可以关他24个小时。如果现在我把人放了，万一出了什么问题，谁来负责？你也说了，现在还没有证据，那你关他几个小时又有什么意义呢？谢辉不配合，你不照样没有线索吗？他们几个都在里头忙着呢，一会儿你跟他们说吧，我做不了主。你们现在影响到我的官司了。你怎么心里想的只有官司呀？谁是官谁是私啊？我们为的是大多数人的安全，你怎么只想着挣钱呢？赚钱有什么不对啊？我付出了就要有报酬，你也挣钱啊！我也是社会的一份子，警察也应该替我考虑啊！我们怎么没为你考虑？谢辉没抓着的时候，我师哥在你家楼下等了一晚上，你不知道啊？懂了。刘队长，你们抓的2个人，一个是我的原告，一个是我的证人。扣押他们会影响我明天的官司，事关重大，请您放人。你是我的领导吗？说放就放。不是。我妨碍到司法公正了？不是啊。那你今天来是为了原告还是证人？我是为了王路泽，他每天状态特别不好，我不能再让这个官司拖下去了。你倒是说句话呀。人是杜建抓的，这事得先让杜建同意才行。要不这样吧，我向法官解释一下，说明谢辉是你们的重要证人，属于配合出庭作证，你们可以全程派人监控。等这个案子结束以后，我全力配合你们调查，可以了吧？这个官司真的就对你那么重要吗？对王路泽重要，就对我重要。你为了王路泽，完全不像平时那个稳重冷静的文雨英。你们就说能不能放人吧？好了，文律师，明天我知道你们要开庭，人呢，我已经放了。我希望你明天打完官司以后，好好配合我们工作。谢谢，一定配合。下面由被告律师首先提问。审判长，
在上次的庭审中，以及发的暧昧短信，当时我还不能确定神秘男子的身份，但是现在我可以确定，那个神秘男子就是眼前站在证人席上的谢辉。请出示你的证据。这组照片是昨天跟拍谢辉取得的证据。你说大学毕业之后，再也没有跟宋晶晶接触过？是的。这3个月以来也没有见过吗？反对。3个月前，离婚案已经进入了诉讼程序。谢辉与宋晶晶是否有过接触，不能作为判定宋晶晶有没有感情问题的依据。我问这个问题，主要是想证明证人证词的可靠性。反对无效。你说大学毕业之后再也没有接触过宋晶晶，是不是包括这3个月？自从我大学毕业以后，就再也没有跟宋晶晶接触过。那照片上这个人是你吗？是我。你旁边坐的那个是宋晶晶吗？是的。那这个怎么解释？我无法解释，当时我是一个人去的。至于宋晶晶在那儿，我根本没有注意到。审判长，我的问题问完了。下面由原告律师开始提问。针对刚才那张照片，我做了这样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可以发现，谢辉和宋晶晶虽然同处一家餐厅，但其实2人离得非常的远。刚才被告方这张照片采用了街围和变焦的手段，才造成了2人同处一桌的假象。我想问证人，你当时真的没有发现宋晶晶也在那家餐厅？没有，我是收到泽英律师事务所王路泽律师的短信才过去的，并且他当时并没有来。至于宋晶晶，她坐那么远，我根本就没有在意。也刚好我的当事人受到了泽英律师事务所的所约，来到了这家餐厅，而这一切也刚好被泽英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用一个恰到好处的角度所拍到。此刻不禁让我对这一组证据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审判长，我说完了。你这是要放弃了是吗？他们从我保险柜里拿走了所有的照片，完全可以按照照片的角度重新摆拍一组新的，而且也可以想好各种说辞。其实我从公寓失窃就开始意识到了，我们败局已定。可是现在胜负还没有定，我们只要在终审之前找到新的证据，我们就还有机会啊。你觉得现在还有意义吗？有什么东西比生命更重要啊？雨嫣，你应该了解我。我不想因为一个案子失去掉身边所有的东西。几天前，我还是年度优秀律师，可是现在呢？现在我是一个做伪证的败类律师。我已经厌倦了。那你有考虑我们吗？
于嫣，你跟我一起走吧。我订了明天去美国的机票。什么意思啊？我想撤出公司一段时间。明天走之前，我会发表一份声明，证明做伪证这件事情是我个人的意愿，与泽音律师事务所无关。你这是向他们低头认输了是吗？我们大家都是不服输的人，但是有的时候不得不服输。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王路泽吗？啊？你还是我欣赏的那个人吗？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榜样，我一直跟你一样坚持，跟你一样坚强，跟你一样努力，跟你一样开心，我跟你一样不结婚。但是我今天真的跟你不一样了，太让我失望了。跟一个人在一起，真的有这么难吗？怎么会这么问？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有想过，他有一天会离开我。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他教会我成为一名专业的律师，他教会我感情和工作要分开，他教会我太多东西了。我已经变成他想让我变成的那个样子了，我到底还要怎么做啊？我曾经幻想过，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我们可以永远的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我们以后可以生一个孩子，然后让我们的孩子也当律师。想象的特别好。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能再增加一点勇气，他为什么就这么离开我了？无论他会不会回到你身边，
我都会在你身边的。谢谢你陪我。早点休息。从现在的情况看，也许离婚官司的结束，凶手才会出现。那我们就先帮他们把案子结了，不就完了吗？从来没见他对别的事儿这么上过心。你好，哎，你好。我想看一下近3天的入住记录。见过这2个人吗？把你这2个月的出行记录给我看一下，好吗？哦，见过。他们是不是经常来这儿喝咖啡？经常来。谢谢。我律师是我。你吓死我了！怎么这么晚了还在公司？我今天晚上没事儿，不着急回家。这个案子，你真的打算继续吗？当然了，判决没下就还没输啊。可是现在已经没什么希望了。如果王路泽承担了造假证的罪名，我们适时的退出，或许还能保住声誉和口碑啊。
为了个人的利益丢掉客户不管，这样的事务所还开个什么劲儿啊？还有口碑和名誉可言吗？用法律的手段去维护客户的利益，这才是律师应该做的。如果连这个都丢了，我就不配当律师了。喘息时分，破碎的灵魂，就算骗过所有人，怎能躲得过苍天叩问？给生命一次勇敢的牺牲，唤醒心里最初的纯真。终会被战胜。